穿着短裙的班花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被同学看了便宜，眼镜男痴迷的咽着口水，这才发现班花对他比来问候的手势，但他依旧无法自拔。班花只好拉低了裙摆。这是韩国一个普普通通的高3班级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他们将不再普通。这时，窗边的小胖发现几架军车径直开进了学校里，他赶紧招呼同学过来查看。只见车上下来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，似乎马上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。正当同学们一脸疑惑时，士兵队长朝他们投来了肃穆的眼神。他们奉上级命令，正式全面接管学校。原来就在1年前，韩国上空突然出现了几百颗神秘球体，人们都以为是外星人入侵，可怕的现象宛如世界末日。韩国政府决定先发制人，动用武器对球体进行了攻击，但这不仅没有摧毁他们，反而促使他们迅速分裂。很快，球体就遍布了整个世界，至此人类不敢再轻举妄动，而球体也没有做出任何危害人类的行为。于是，在这种不自在的环境中，人们与球体安静地共存了1年。然而，一场意外却打破了宁静。就在2周前，韩国上空的一颗球体意外坠落到地面，军队迅速前往并封锁了现场。为了搞清楚球体内部的情况，长官用机枪对球体进行射击，打光几梭子弹后，却依旧无法伤及分毫。接着又下令士兵用火箭筒攻击，巨大的威力掀起大量尘土。等到爆炸的烟雾散去，人们发现球体内部闪烁着诡异的紫光，并且伴随着阵阵嘶吼声，似乎某种生物已经被成功唤醒。事件发生后，国防部长立即发布了全国动员令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，所有24岁以上的公民以及全体高3学生全部参军入伍。在军方看来，只要抛出参加征军就可以给高考加分的条件，所有高3学生都会挤破头去争抢这个机会。话音刚落，教室瞬间乱作一团，大家都不敢相信这个消息。언제까지받아요?중간에퇴소하면 전쟁나는건가요?从学生们的疑问中可以看出，国防部隐瞒了球体开始攻击人类的秘密。还没等同学们消化完信息，士兵已经来到了教室里。李教官简单的做了自我介绍，随后说明了未来几周的训练计划。班级由班长带队，角落的智烈被选为生活记录员，2人都将在高考加上3分的成绩。而班花昭妍却望着李教官泛起了花痴。显然，部分学生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军训，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很快，他们就被安排了宿舍，男生和女生各自住在一个空教室。一些不知好歹的男生挑衅起了教官，女生更是把宿舍变成了化妆间。他们的行为多少都带着身为孩子的幼稚。之后，每天下午放学都要到操场训练。每个学生都分发到了枪支，这些训练用的全部都是真枪。沉迷吃鸡游戏的他们刚开始都感觉新鲜又刺激，但在一遍又一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后，大家的态度都变成了厌烦和抗拒。训练结束，回到宿舍，娇生惯养的他们一个个趴在桌上怨声载道。学校如今实行封闭式管理，所有人未经允许都不得随意外出。这天夜晚，没有上交手机的校霸在网上看到一条视频，内容为士兵在动物园射杀狮子和老虎，大家看后都一脸惊恐。小胖则来了一句：“听说杀掉猛兽是战争开始的预兆。”此话一出，讨论声更加激烈了，导致在一旁看书的学霸根本学不进去。就在这时，李教官走了进来，刚好撞见想要出去的学霸。学霸说他们太吵，影响到了自己考大学，于是举报了校霸私藏手机的事情。这下2人可算是结下了梁子，当即就要打起来。李教官见状，将2人叫了出去，作为惩罚让他们去倒垃圾。但在路上，2人又因为口角吵了起来。跟在后面的智烈见状，急忙上前劝架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的一颗球体突然落下，3人瞬间被冲击力震倒在地。看着近在咫尺的球体，他们都大为震撼。但此时，互相看不顺眼的2人又干起架来。学霸被推倒在地，不料这时他身后的球体突然动了起来，从球状变成了长满触须的怪物的形态。怪物用触手将学霸吊起在空中，智烈和校霸直接被吓蒙住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学无助的挣扎，直至被完全吞噬。就在怪物要向智烈发起攻击时，李教官及时赶到将他救了下来，而怪物也重新恢复到球状没了动静。惊魂未定的2人连夜被带到了军队里，长官警告他们必须要保守秘密，绝对不能将今晚的事情告诉任何人。如今事态紧急，不能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回到宿舍后，面对同学的询问，他们只能谎称学霸请假回家去了，而2人则坐在床上始终无法平静。殊不知这场人类的浩劫才刚刚开始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学生们继续按照训练计划正常操练，而这天教官们突然接到上级紧急指令，要求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教会这群学生如何使用枪支。看来事态的紧急性已经超乎了预期，于是学生接下来的训练内容就是各种拆卸枪支、组装枪支以及如何稳定的射击。那罗等一些有天赋的学生很快掌握了使用技巧，不想让李教官失望的昭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。在一番地狱般的残酷训练后，学生们对枪支的使用都有了基本的了解。接下来他们将要前往靶场进行实弹演练。然而就是这一次行动，却差点让这些学生全部丢掉性命。走在街道上的学生发现周围出奇的安静，甚至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见到。李教官让他们保持安静。其实这里的市民早在灾难降临前，政府就将他们转移到了安全的避难所。一行人继续向着靶场前进，殊不知附近的某个停车场里，一颗球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坠落到了地面。等来到靶场后，教官告诉他们，普通的子弹对未来的敌人没有作用，只
只有一种名为 DU 的子弹才能杀死他。还没等学生问清楚敌人是谁，就全部被拉过去进行射击了。而此时的智烈心事重重，再次想起了那晚同学被怪物杀死的画面，直到自己暗恋的内罗上前关心，这才让他缓过神来。就这样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的自由射击，基本都掌握了射击的要领。就在返程的路上，带队的李教官注意到了周围的异常，发现街道上出现了许多弹孔，他立即叫停了队伍，让大家原地休息10分钟，自己带着其他教官到前面去探查情况。而没过多久，班主任却发现队伍里少了2名学生，急忙带着班长在附近寻找起来。这时班长望见地上掉落了一把枪，当他拿起来的时候，却看到上面挂着一只断手，他情绪崩溃的大声尖叫。班主任和学生都听到了动静，等他们过来查看时，全部被这一幕给惊吓到。班主任看到地上满是沾有血迹的鞋子，他站起身想上前去查看，身后的智烈拉住他说可能有危险，但班主任执意要给学生搞清楚情况，一步步的往前走去。终于智烈忍不住说出了学霸死亡的真相，而班主任此时也望见了前方遍地的尸体，他大叫着让学生快跑。一大群怪物正朝着他们飞奔而来，班主任拿起枪进行射击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怪物的数量实在太多，学生们都被眼前的场景吓得愣在原地。直到班主任被怪物的触手洞穿身体，他们才明白外面的世界多么危险。听到动静的一个教官及时赶到，他叫同学们快跑，然而他也只是开了几枪，便被怪物用触手直接削掉了脑袋。亲眼目睹2个人在自己面前死去后，学生们终于回过神来，开始四散而逃。身后更多的怪物正向他们袭来，一部分学生躲进了大楼里，但可怕的是这里也被怪物入侵了。就在怪物扑向学生时，好在李教官及时支援了过来。而在大楼另一边，2只怪物用触手死死缠住了学生的腿，同伴拼尽全力拉住他，防止被拖走。紧要关头，小黑教官用枪消灭了怪物，成功将他们救下。但在大楼外边，2名女学生却还在被怪物疯狂的追猎，他们情急之下躲到了一个电话亭里，玻璃门暂时将怪物拦在了外面。但惊慌的他们却不小心按到了报警按钮，警报声瞬间响起，附近的怪物全部被吸引过来。在怪物的撞击下，玻璃很快就出现了裂纹。随着更多的怪物扑来，女孩们也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枪声突然响起，原来是李教官找到了他们的位置。随着枪口火光的不断闪烁，周围的怪物基本被清理干净。教官上前准备带2人离开，却没有发现上方还藏有一只怪物。就在怪物扑下来的那一刻，那罗及时赶到开枪干掉了他。平日里的辛苦训练终于发挥了用处，但他们来不及歇息。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其他走散的学生。另一边，跑到车库的学生也遭到了怪物的袭击，怪物用触手将1名学生绊倒在地，随即直接扑到他的脸上。男孩拼命抓住怪物的触手，大叫着同学开枪，而2名男生此刻已被吓得大脑一片空白，关键时刻忘记了怎么开枪。好在冷静的昭妍站了出来，一枪精准命中了怪物，暂时解除了危机。而一开始大家所寻找的那2位学生，原来是擅自离队溜进了超市里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现在的情况。当怪物出现在面前时，毫不知情的他们居然胆大到想要用手去触摸，结果不出所料，怪物直接向前扑了上去，还好有枪挡在身前躲过了一劫。殊不知眼前看似柔软的家伙，却是专门啃食人类的恶魔。怪物在超市里疯狂追击2人，危急关头，男孩打开冰柜门挡下了攻击，随后趁机将怪物关了进去。只见刚刚还生龙活虎的怪物，现在竟渐渐安静下来，最后失去了活力。不久后，幸存下来的学生重新聚在了一起，只是与怪物的第一次相遇，就让他们直接牺牲了数名同伴。今天的遭遇把学生们全都吓破了胆。此时李教官也说出了将他们进行训练的事情，如果真的有一天军队全部战死，那他们将成为守护家园的最后力量。话音刚落，身后就传来一阵异响，教官示意学生立即戒备，接着自己前去查看，让学生原地待命，如果是怪物就立即开枪射击。随着向前缓缓靠近，发现是人后的李教官大喊不要开枪，他要救你！但这时枪声还是响起，一个被过度惊吓的短发女生扣动了扳机，原来是那2个擅自离队的学生。万幸的是子弹没有打中人，只不过等到他们回到学校里时，却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活力。其他班的学生向他们投来诧异的目光，并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。回到教室的众人发起了联合抗命的申请，他们只是正在备战高考的学生，并不想为此丢掉了性命。全班同学全票赞成，但唯独眼镜男却提出反对的声音。原来他是舍不得这次高考能加分的机会，怕死的他希望大家陪他一起留下。校霸见状上去就给了他一剪，加上一个想回家的女孩跪地祈求，眼镜男才终于妥协。就这样，班长找到李教官，向他呈递了所有人想回家的申请，而李教官却给了他们坚决的回复，说他们即便回家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。政府将外面所有人都转移到了避难所里，而他们现在的身份已经是军人，要继续留在学校里进行训练。得知消息后，大家简直要崩溃了，但他们根本不相信家长已经搬走，这肯定是为了骗他们留下来的借口。既然明的行不通，那就来暗的。几名男生决定趁着夜色偷跑出去，结果还没2分钟就都被抓了回来。全班同学还跟着遭殃，被进行了体罚，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放弃逃跑的想法。第2天，他们开始向其他班级的学生散布恐慌，告诉他们自己在外面的可怕遭遇，煽动其他学生跟他们一起反抗。很快，学校设置的卡点就要被冲破。然而就在这时，
天空中的一颗球体却突然坠落到了校园，巨大的冲击力将人群震动。向着烟雾的中心望去，球体像心脏一样在跳动。察觉异常的教官拿起枪向前靠近，在距离还有10几米时，李教官听到前方传来某种生物的嘶吼声，他声嘶力竭地大叫着学生快跑，但是一切都太晚了。